张秘书，这个小姑娘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小女孩是519事件受害者家属，对方请了著名的魔鬼律师，受害者反而被打成了施害者。这个案子我知道，想不到是一场冤案。走。叔叔，我爸妈是被冤枉的，你能帮我找律师打官司吗？我能给你钱。哎，起来。哎，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？2000块，我知道不够，我还小，捡了2个月的垃圾，就只能挣到这么。叔叔，你帮帮我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答您的。哎，你拿着，叔叔会找云城最好的律师给你爸妈打官司，但是要答应叔叔一个条件，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谢谢叔叔，等我长大，我一定会报答叔叔的恩情。这支钢笔，叔叔送给你，好好学习，将来踏入社会要不忘初心啊。谢谢叔叔。我们走。林总出事了！2位小杨总召开了股东大会，趁了您董事长的职务，窃取公司机密，扰乱股市，导致公司股价大跌，马上进入破产清算。说什么？看看你们干的好事，把我这个董事长撤职了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啊！你公司都破产了，是我干的又怎么样？我是你爹，竟然这么大逆不道的跟我说话！你也配？看你上辈子缺德事干多了，这辈子才落下个断子绝孙的命。再给我说一遍，兄弟，你醒醒，兄弟，兄弟！医生，我兄弟怎么样了？我们尽力了。别动了，我在。我的2个孩子，拜托你了，兄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亲兄弟俩当亲儿子养。兄弟，我当年答应过你们父亲来养育你们，我是为了你们这么多年才没有孩子的。别把自己说的这么伟大啊！明明是你那玩意儿不行，生不出来，怎么还怪上我了？当初就是因为我父亲跟你走得近才出的车祸，今天我就要为父报仇。谣言是我散布的，不想吃牢饭的话，就赶紧从董事长位置滚下来，不然脚下地狱，跟你老婆团聚。弟弟，别吓到这个老东西了，先让他把合同签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兄弟俩的阴谋。我把你们当亲儿子，这15年来，我把你们俩捧在手心，你们却……我要打死你们2个不孝逆子！林总，你有心脏病，千万别着急。我说老东西，乖乖把公司交出来，
免得遭罪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要起诉你们！起诉？集团现在好价跌，体育账户即将被冻结，你拿什么起诉啊？你还有钱请律师吗？早他妈料到你会有这一手了，老头。我们兄弟俩早就请好律师了，而且是10年来云城无一败绩的绿界皇。什么？江律师，你可真是神了！这再难再复杂的案子，在您的手里都能峰回路转，你可真是活菩萨呀！是啊，江律师，您真不愧是被亿万人民群众奉为我们的绿界女皇。要不是您，我就要含冤入狱30年了。大家的心意我领了，作为一名律师，为大家伸张正义是我应该做的。好，来接过一下。哎，江律师，江律师，是，请问有事吗？江律师，您可能是贵人多忘事儿。我们昨天刚联系过您啊。对，江律师，我们有个案子找您，只要能打赢这场官司，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和我哥都可以满足您。对。这是恩公。原告是你们父亲，他不是我们父亲，顶多就是个养父。就算是养父，也没必要对簿公堂吧？江律师，您不知道，是这个老东西他不念亲情，想剥夺我们的继承权，拿走属于我们的一切。好，法律会维护正义的。这个案子我接了。都说好人有好报，我给了这兄弟俩一个家，他们却……林总，现在怎么办？如果舆论持续发酵的话，等会儿说不定执法队就要来了。林卫东，你公司涉嫌操纵股市，现将龙腾集团查封，你不得离开云城，随时接受我们的询问和调查。这是污蔑！你有任何问题，可随时向法院起诉。什么？林总，公司旗下的建筑工地，听说公司被查封，员工们闹罢工，包工头上天台要跳楼了。什么？老刘，你可别做傻事啊！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老板马上上来了啊，都给我架设着点。老刘，你别冲动，有什么诉求尽管提，我一定满足你。林总，你别骗我了，我都知道了，咱们公司资金链断裂，还被查封了，工友们400多万的工程款下不来，我也没办法啊。好了，林卫东无良奸商，荒门血汗钱，拖欠他们员工工资，不得好死！还我钱！工友朋友们，我林卫东在云城做生意也有20年了，这20年，你们有曾听过我欠工友兄弟的工资吗？林卫东，你少标榜自己，奸商就是奸商，给我们发工资不是你天经地义的吗？说的好像你施舍我们一样，无耻！不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我想说的是，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，或者是将来，我都不可能欠你们工资的。哎，各位工友，大家都不要听这个奸商的话。今天我们放了他，明天他就会跑路的。对，大家快看，这就是无耻开发商，一辈子的血汗钱都给了他这个吸血鬼，房子迟迟不交，我们都快无家可归了。像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败类，打死他都不冤，打倒无良商家，为民除害。你们
们是要钱的，要是把林总砸死了，你们找谁要钱？父债子还。林卫东不是还有2个儿子吗？对，他们儿子就在这儿，就他们。各位，千万不要误会啊！我们俩兄弟啊，最多算当林卫东的养子，跟他可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啊！没错，更何况他林卫东在公司德不配位，已经被我们给罢免了。他既不是我们的父亲，更不配当我们的父亲。既然你们2个逆子这么不念亲情，这官司我给你们俩打定了，要让云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你们2个逆子的嘴脸。你老婆倒是对你有情，我还是让你给克死。林卫东，你连你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你还配活着？还敢威胁我们？我们好怕呀！不就是打官司吗？我这还就告诉你，我们兄弟俩这官司打定了，有绿箭女皇为我们撑腰，还怕你这个众叛亲离的糟老头？哦，对，姓林的，今天这400万你拿不出来，我就从这跳下去！老刘，老东西，赶紧还钱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包工头要是出事，你林卫东就是草菅人命！林卫东杀人犯！杀人犯！还钱！你把钱我收了！我现在公司遇到了问题，工友们让你们担惊受怕了。我林卫东给你们磕头谢罪。我林卫东在此以血发誓，无论是卖血卖肾，等到发工资的那天，我1分钱也不会少你们的。林总其实人挺好的，上次我老母亲生病住院，林总知道后不仅提前了预支半年的工资，还让主管给了我时间带薪假，让我去医院照顾母亲。我也觉得林总啊不可能人品有问题，毕竟能给所有工友免费提供5险1金的建筑工地，除了林总的公司再无二家了吧？我也相信林总，难道大家都忘了2年前云城大暴雨被淹，林总全扛5000万不说，还免费给云城灾民发放生活物资以及星级酒店入住，现场的工友们应该都有受益吧？林总，抱歉啊，我们也不该听风就是雨，都是他煽动的，我们也是怕拿不到工钱，这才……工友朋友们，我相信包工头老刘也是受我那2个不孝子的蛊惑，才煽动你们过来闹事的。我已经起诉他们2个了，等官司赢了，公司恢复了正常运作，你们的工资我一定会如数给你们的。林总，这是真的吗？你先回去，把我那几辆车卖了，先给工友们账户打一笔钱。好的，林总，我这就去办。既然林总这么说了，咱们就信他一次。工友们，散了吧，别给林总添麻烦。散了！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听谁的？哎你妈！他妈是废物！你干什么去的啊？小杨总，我真不知道会弄成这样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来摆平，快！都站住！你们傻呀？这资本家的鬼话你们也信？你个老东西还想打赢官司？我告诉你，小杨总他们可是找的全国无一败绩的绿箭女皇来辩护，这官司你输定了。老刘啊，老刘，官司输赢先不说，你可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现在跟他们一起吃里扒外吗？我去你妈的！
아프게도 새겨뒀네요. 나를 재우던 따스한 손길 얼마나 고단한护士，是谁救的我？是一个女孩送过来的。他人呢？哎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不行，这场官司马上就要开庭了，现在我只能去求老宋了。哎，你的伤还没好呢。魏民，我的挚友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虽然几年未见了，但是有难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魏民，我正好有事找你，兄弟，我有难处，想请你帮我打场官司。没问题啊，打官司嘛，太好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魏民，你肯出手啊，我这心呐就有底了。说吧，林总，打算出多少律师费啊？魏民，我的遭遇想必你也听说了，咱们朋友一场，你肯出手啊？官司赢了，律师费啊，我少不了你的。行，看在朋友一场的份上，这个忙我帮了。不过林大董事长，你这求人办事儿得有求人的态度啊！魏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还看不出来？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别怪我没给你机会啊。哎，别着急着起来啊！没看到我的鞋脏了？好，我操！看看，这就是曾经在云城叱咤风云的林大老板，现在像条丧家犬一样，连我的鞋都不放过。你真是饿了呀！啊！你答应我的。我答应你什么了？答应了吗？你答应帮我打官司啊？嘿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有意思啊？怎么还像个3岁小孩子一样？我说什么你都信呢？啊！宋为民，这个律所都是我投资的，这么多年你打着我的旗号，至少挣了也有几千万吧？没有我，你在这个律所打工都不配。你他妈还有脸提当年？老子比你努力100倍1000倍，凭什么每次考试你都比我多考几分？凭什么老师每次都夸你？凭什么每次又穿一样的衣服？所有女人的目光都被你吸引去了，而忽略了我。当年就暗自发誓，早晚有一天，老子要把失去的一切全夺回来。哼！现在啊，你的报应来了，你的2个宝贝儿子请的可是绿箭，在绿箭，谁敢站在绿箭女皇的面前，那就是找死。文宗，真是活该呀！你死定了！算我瞎了眼，认错了人。念在我们这么多年情分上，你借我钱打官司，总可以了吧？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不过，你要拿你的车跟我换。这样吧，我发善心，10万块我收了。为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我这车可值300万，你只给10万！你这条哈巴狗还敢在主人面前讨价还价？你配吗？啊？就是，醒醒吧，林大董事长。那你慢慢考虑着。我们先走。走。等等。10万就10万。来吧，看什么？钱不会少你的。不过你这个老家伙车是怎么停的呀？那地上全是水，
要把我这几千块的鞋弄脏了怎么办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有话直说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你趴下。我连我自己的车都贱卖了，你还践踏我的尊严！林大老板，你现在活得连本都不如，还有脸在这跟我提尊严？我只给你5秒钟时间，过时不候。看着，5、4、3，好，我怕。我林伟东一辈子问心无愧，就不信我请不到好律师。二位找我有什么事？江律师，有劳您出手替我们兄弟俩打一场官司，云城蒙都的山庄庄园一套，还有将近2000万，请您笑纳。有心了，蒙都山庄的庄园可是价值不菲。嘿嘿，您这是哪里话？能请到绿界女皇为我们出手，花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。江律师，您的大命如雷贯，只要您想，都能让对方坐一辈子。我们这个案子，要是能把林卫东判个死刑，我们兄弟俩还会再追加。对，没错。死刑，恩公，这就是你养的2个好儿子，竟然会把你置于死地。好，这可是你们说的，我一定办到。太好了，成了！赶紧去把锁换了，绝不能让你老不死的进来。是。住手！你们不仅霸占我的公司，还霸占我的家，你们还是人吗？我要报警，把你们都给抓了！你老东西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啊！这别墅的户名上写的是谁的名字？靠！这绝对是你们伪造的！哟，老东西，这钱哪来的呀？该不会是偷的吧？把钱还给我！这10万块钱是我给你们打官司的律师费。你就拿10万块钱想跟我们打一官司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们请御界女王可是花了一套别墅，外加2000万现金呢？我的好爸爸，赶紧把这个集团转让协议签了，你只用坐10年牢。我们哥俩会很快带领公司重新走向中国，到时候你出来了，会收养。哼！你们这2个猪口不如的东西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可能在上面签字的。油盐不进是吧？来人，给我架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签不签？住手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林先生！林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是？我们认识吗？林先生，您曾经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您还记得15年前跪在法院门口的那个小女孩吗？谢谢叔叔，
等我长大，我一定会报答叔叔的恩情。小姑娘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居然还记得。当然，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。如果当初没有您，就不会有我的今天。啊，我算是听明白了啊，你是这个老东西的小三儿，知道他要垮台了，想过来分点家产。哟，美女，这么说是我俩小妈呀？你们两个胡说什么？我和林先生清清白白。哎，那我又懂，林卫东这老不正经，隔三差五老点你，你跟这老嫖客产生感情了。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臭娘们敢打老子，看你是活腻！哎，弟弟，美女，哥哥跟你说啊，这老东西时间不多了，明天绿界女王为我们辩护，她指定是牢底坐穿。你们两个无耻之徒，不配我出庭。我只为正义辩护，要辩护也是为林先生辩护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就是绿界女皇江小桃？没错，你们兄弟两个狼狈为奸，谋害养父，牢底坐穿的是你们。行了，别他妈装了！江律师是何等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会来我们这种小地方？倒是你啊，做小三儿就得有做小三儿的觉悟。美女，你今天要是把我们哥俩伺候好了，你打我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。等明天官司打赢了，你再上我这来求我，我可看不上你。小兔崽子，你们给我滚！老东西，注意你说话的态度啊！你现在要是乖乖给我让开，明天我还能让江律师收着点，让你少蹲几年。你今儿要是不把这个妞给我的话，明天江律师收不住，一出手可就是死刑啊！绿界女皇只为正义，不会不辨是非，更不会助长你们两个畜生的气焰。你又不是绿界女皇，你哪来的自信在我面前叫嚣啊？哎，把他给我按在沙发上，老子要好好爽一爽。放开我！你畜生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老东西，我不光要你的公司，还要你的房子，我还要玩你的女人。哥，听对你的声音，你怎么那么耳熟啊？怕什么？有绿界女皇为我们撑腰，管他娘的是谁！妹妹，哥来了啊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你放开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敢如此猖狂！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法律可言？我他妈给你脸了是吧？法知道我们背后站了谁吗？闻名于绿界的绿界女皇江小桃，谁敢动？谁能动我们？他妈给我老实点！那你们看清楚了，我就是绿界女皇江小桃。你真是绿界女皇江小桃？哥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得罪了绿界女皇，这下我们要坐一辈子牢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她怎么可能是绿界女皇？你要干什么？哥，你疯了！你要干什么？这上面的名字确实是对的，但是这娘们儿就是吹爆我们没有见过江律师。所有律师证的格式都是统一的，而他这个上面光溜溜的只有照片跟名字，这根本就不是律师证。说，是不是你在路边花5块钱打印的？哦，你敢唬我们，差点让你给骗了。这是律师协会特意为我专做的，整个云城
只有我一个人有此证。嘿，臭娘们歪理挺多呀！今天你不认错，我就打到你道歉为止。住手！我给你们跪下了，求求你们放过这个姑娘吧。无论如何，她是无辜的。哎，爸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还有老子跪儿子的道理啊！小雪，你恨我没事，但她是无辜的。合同我可以签，只要你不伤害她，我干什么都行。爸，你说我都叫你15年的爸了，今儿你能不能也管我叫声爸？我也要听。好啊，我这15年真是瞎了眼了，养了你这么2个白眼狼！别他妈废话，赶紧叫！听不清。爸！哎，这就对了啊，王总。姑娘，为了我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林先生，明天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姑娘，你的心意我领了。为了我，你假扮绿界女皇，受委屈了。我刚才听说那2个逆子给了绿界女皇2000万的酬劳，明天的官司，我怕是赢不了了。林先生，您还记得当初你对我说过的话吗？一定要为了正而行。我相信绿界女皇也不例外。哎，哥，这林卫东会不会吓尿裤不敢来了？放心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他待会儿亲耳听到被宣判死刑的消息，那才叫杀人诛心。哟，林卫东，我以为你吓尿裤子连夜跑路不敢来了呢。跟2个我养了15年的不孝之子对簿公堂，这样的大戏，我怎么会不来呢？跟我俩对簿公堂，你也配呀？你手里连一张牌都没有，怎么赢我？听说昨晚龙腾集团易主了，如今的林卫东不仅一无所有，还倒欠好几个亿，都是拜这2个养子所赐。这下林卫东必输无疑。杨俊兄弟俩可是请了绿界女皇来辩护，绿界女皇江小桃辩护了3万起案子，无论对方什么神，哪怕权势滔天，他也能胜出。而且最低期刑就是无期，没有减刑的机会。林卫东现在孤家寡人，没身份没背景，碰见绿界女皇，这不是死路一条吗？听到了吗，林卫东？这场官司你毫无胜算。我和你在上海沉浮几10年，怎么人老了，脑子也不够用吧？哎，这老东西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奋斗了半辈子，然后咱们兄弟俩做的嫁衣。如果你现在再跪下磕个头，我们倒是可以考虑给你留条生路。这2个白眼狼，就算你们请的是绿界女皇，就算我毫无胜算，今天这场官司我也要跟你们拼到底。哎呀，好，你有骨气，你了不起。希望待会儿开庭，
你还能像现在一样亲？哇，这绿界女王来吧？这是林叔说了什么变故？没有什么变故，除非绿界女皇就是昨天那个被我们侮辱的小三儿，否则我想不出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能输。绿界女皇江小桃前来为原告林卫东出庭辩护。什么？真没想到，我的委托律师竟然是你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是绿界女皇？怎么不可能？今天我就要让你们为之前做过的所有蠢事付出惨痛代价！什么情况？江律师不是杨家兄弟请来的吗？怎么现在会帮一个已经一无所有的老头？江律师可是上万场官司无一败诉，这林震倒戈，杨俊兄弟俩怕是死定了。林卫东有绿界女皇做辩护律师，杨家兄弟连律师都没有，这结果恐怕是明摆着的。哥，江律师怎么会淋湿反水？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？不想死啊，哥，你想想办法。江小桃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，我们兄弟俩可是跟你无冤无仇。小桃，真没想到，当初那个瘦弱的小孩，如今成为了万人敬仰的绿界女皇。小桃，你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容易啊！我那两个不孝之子，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，你不要因为我断送了大好前程。林先生，15年前您的一次善举，才让我江小桃有了今天的一切。如果不懂得感恩，又和那两个白眼狼有什么区别？江律师，倒是说句话呀，您别开玩笑了。哎，如果你要是嫌我们给的律师费太少，那你说开个价多少我们都愿意给啊。小桃，我很佩服你的格局。15年前的举手之劳谈不上是很伟大，如今你成为万人瞩目的绿界女王，这是你自身很优秀啊。林先生，您还记得他吗？15年前，您把他送给我，并告诉我要用它书写正义。我一直遵循着您的嘱托，即便来时的路上有多少坎坷，但只要想起您，握起这支钢笔，我就信心十足。小桃，你真的很棒。可是，林先生，小桃的初心一直都没有变。今天我就要让这两个不孝子受到法律的严惩。走。来啊！江律师，江律师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不是答应了要为我们兄弟俩辩护的吗？是不是律师费不够？不够你开个口啊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啊！钱我江小桃不缺，况且恩情无价。妈你妈！江律师，昨天是我们俩有眼不识泰山，这才冲撞到了你。不过我们也是不打不相识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哎，江律师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昨天的事儿是我们不对，我给你道歉。我该死，我该死！就算翻篇了行不行？只要您继续帮我们打赢这场官司，我愿意拿出龙腾集团30%的股份给你，那可是价值100亿啊！江律师，你可别忘了啊，咱们可是签了合约的，你知道毁约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？那你知道官司输了，你们会付出什么代价？爸爸，我和杨峰都知道错了，看在我们15年的情分上，饶了我们这次吧，好不好？你别叫我爸爸，
我没你们这2个儿子。你刚才不是问过江大律师吗？他为什么这样做？我来告诉你们。15年前，我只不过是帮了江大律师一个小忙，可是人家却记住了整整15年。一件小事，滴水之恩，人家却知道涌泉相报。而你们呢？我可是整整养了你们15载啊！不是亲生胜似亲生，你们是怎么对的我？爸，不是这样，就误会。我们这官司我打定了，我要为我这15年的付出讨个公道，讨个说法。这下全完了，不行，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。哎，法官大人，这不公平！我们的律师都反水了，我要撤诉！我要撤诉！肃静，抗议无效，驳回被告请求。杨俊先生，案件的撤诉权归原告所有，只有得到原告谅解或双方和解，才有机会撤诉。原告林卫东先生，距离开庭还有10分钟，请问你是否愿意和被告达成和解？爸，我和杨峰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您答应与我们父子重归于好，龙腾集团就还是您的，对吧？您膝下无子，我俩要是进去了，您就断子绝孙了呀！真是苍天有眼，报应不爽啊！现在知道求我了，开始后悔了。我林卫东真是瞎了眼，养了你们这2个忘恩负义的东西。我当初就算养条狗，它都会冲我摇摇尾巴。而你们俩呢？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？当初是怎么答应我们亲生父亲会把我们当亲儿子一样对待？这些承诺您都忘了吗？忘？我怎么可能忘？我把你们俩当亲儿子对待，你们却视我为眼中钉。忘恩负义，乌鸦尚且反哺，你们连畜生都不如，凭什么让我得到原谅？法官大人，我绝不和解。林先生说得好，对于这2个人渣，监狱就是他们最终的归宿。法官大人，这不公平！法律不就是讲究公平公正吗？我们连律师都没有，而他的律师可是绿箭女皇，就算我们再有也无济于事啊！被告诉求合理，现在距离开庭还有4分钟的时间，被告可以在这4分钟之内聘请律师。只有4分钟的时间，怎么可能找到律师？就算找到，这个跟绿箭女皇作对。江律师不愧是绿箭女皇，这官司还没开始打，已经完全占据上风了。怎么办？我们不会就这么束手就擒了吧？谁说没有人为他们辩护？这不是魏民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吗？而且还是云城律师界的副会长，在云城律师界也算是数1数2的人物啊！我知道他，专为有钱人打官司，官司虽然没有江律师打得多，但也没有输过。绿界称他为金爷。据我所知，金爷和绿界女皇很有渊源，他们是师出同门。而且，别看江律师被称为绿界女王，按辈分来说，他应该称金爷一声师叔。杨总，我愿意为你们出庭辩护。不过，现在面对的是绿界女皇，所以这个得加钱。能用钱解决问题，都他妈不是问题。只要你帮我打赢这场官司，报酬
我给你龙腾集团50%的股份，到时候在龙腾集团，你就跟我们兄弟俩平起平坐。好，我等的就是你杨总这句话。那么接下来，宋伟民，我当初求你给我做律师，你再三阻挠，合着你已经做好准备替他俩辩护了？你跟他俩是一样的，一丘之貉，白眼狼。林卫东，你也是做生意的，难道不懂价高者得吗？宋师叔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而且你明知道我是原告律师，你怎么还要为被告做辩护？我们叔侄一场，难道要为了这场官司反目成仇吗？小陶啊，小陶，你这个律师还是没有学到家呀。这律师说到底，他就是一门生意，生意讲究的就是要怎么挣钱。你在这里跟我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现在是各为其主，这个道理，你学律师的第一天就应该明白。来人，把我的律师符和案件材料拿上来。法官大人，我是律师宋卫民，我愿意为杨俊、杨峰二人出庭辩护。老东西，刚才我们兄弟俩苦苦哀求你的时候，瞅瞅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还要判我们死刑，真可惜啊！你说你也没个孩子，死了以后没人为你披麻戴孝、建碑烧纸，你这辈子活得真失败，真窝囊。你们两兄弟真是不要脸啊！前后两副面孔，让我感到恶心。那又如何呀？啊！我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，即便我师叔为你做辩护人，法律是正义的审判。时间已到，本庭宣布，原告林卫东主张被告窃取龙腾集团一案，现在正式开庭审理。首先，请原告进行举证，请提交证据。江小桃，你到底有没有证据啊？没有证据就不要在这里装模作样，这里可是威严的法庭，证据可不是你随口说了算的。果然啊，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你林卫东这种伪君子啊！老子喜做儿子，简直可笑啊！现在遭到报应了吧？绿界女皇就这点本事啊？还没开始辩护就直接哑火了。小桃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怀疑昨晚。先散会吧。宋师叔，我先上个厕所，你要有事就先走吧，不用等我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江小桃这个蠢女人，杨俊兄弟已经拿下了龙腾集团，林卫东现在是孤家寡人，还帮林卫东打官司，蠢货。有了这个材料，为杨俊兄弟打赢这场官司，前途无量啊！江小桃，你这个绿界女皇的位置也该让一让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云城绿界第一人非我莫属。师叔，你竟然偷拿了我的案件材料！我们可是同门，你怎么能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？你还有一点律师的职业精神吗？你这是知法犯法！江小桃，你少在这里指点江山。我做律师的时候，
你连法律条文还读不懂呢？怎么现在翅膀硬了，竟然敢给我扣帽子？什么叫做偷拿？难道不是你自己粗心大意，忘了把重要文件拿走吗？我好心好意的帮你收起来，你不说一声感谢就算了，还倒打一耙。你师傅就是这样教你做律师的吗？绿界女皇这个称号，你配吗？新疆的，别把自己的无能都怪罪在别人的身上啊！还好是我哥俩沉得住气，要不然真被这个贱人骗。你不是绿界女皇吗？没了资料，看你怎么办？该不会要改名叫绿界蝗虫了吧？还有你，老东西，就算请了绿界女皇，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改变不了命运。等死吧！哎，不只是他林卫东等死，而是他们2个人一块儿死。小桃，事已至此，我看要不撤诉算了。我不想因为我把你给害了，否则我一辈子都无法原谅我自己。不行，林先生，请您放心，就算资料没了，我也一定能为您打赢这场官司。15年前您的一句话救了我和我夫，如今换我的手，我不会轻言放弃的。好啊，好一个情义深深呐！不过可惜了，法律讲究的是证据，而非亲情。江小桃，我看你今天怎么赢我？你的每一步辩护思路我都一清二楚。今天你输定了。江律师，您要是先带斗哥过来，我和我哥可以考虑既往不咎啊。哎，我弟说的没错啊。哎，尽管我这个人啊，各种各样的女人都尝试过，但是女律师我还是第一次。你们2个给我闭嘴！法院是庄严神圣的，岂容你2个如此轻浮？法官大人，我抗议！原告抗议有效，被告请注意言辞。法官大人，我也抗议啊！他原告迟迟拿不出证据，明显就是在拖延时间，这是对法庭以及法官您的大不敬啊！原告，被告说的没错，如果你们再不拿出证据，你们提出的诉讼请求很有可能会被驳回。哟，林卫东，你怎么这么害怕呀？你该不会是怕你自己死后没有孝子贤孙为你祭奠吧？没办法呀，谁让他不识抬举诬告自己的亲儿子呢？啊，本来呢，他还能拥有2个优秀的儿子，可现在只能断后了。不过，都是他活该。你们2个混蛋！林先生，您别生气，不要被他们的话所影响，他们这是在故意激怒你。江小桃，你还有空在这安慰别人？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难道还不考虑考虑杨总刚才说的话吗？谁说我自身难保呢？虽然资料没了，但是我还有人证。法官大人，我要求龙腾集团旗下建筑工地的一名工友出庭作证。不好，我让包工头走的事情，下面的人都知道了，一旦出庭，我就完蛋了。小桃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原告证人，关于原告林卫东控告杨氏兄弟一案，你有什么可以证明的？林先生，您放心，老杨亲口对我说，他愿意出庭作证的。法官大人，我就是一个农民工，每天早出晚归的，我能知道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老杨，你有什么苦衷，尽管说，江大律师会给你做主的。你跟随我这么多年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亏了你。
林大哥，事已至此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和家人平平安安，自己能够颐养天年就好了。老杨，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你别害怕。是不是他们威胁你了？老杨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还忘了当初你父母有意外，我召集公司捐钱，我自己都出了50万，我对你不薄啊！你怎么连为我作证都不愿意？林卫东、江小桃，你们两个够了！尤其是你江小桃，第一天当律师吗？诱供老杨这种低级错误你都能犯，别说现在是老杨自行回答，就算是有威胁，你拿出证据来呀，而不是在这信口雌黄。姓江的，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啊！连宋律师一周都记不住，你还配叫什么绿界女皇？我看你就叫绿界蝗虫算了。就算你拥有再厉害的逻辑和思维，也逃不过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命运。这才刚刚开始，我今天就让你这个绿界女皇输得心服口服，且一败涂地。你不要伤害我的家人。不想家里人出事，明天出庭管好你的嘴。这是2万块钱，明白我意思吗？明白，我明白。你放心，我会守口如瓶的。走吧。法官大人，我该说的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我没什么可为原告作证的。林卫东，你听到了？谁让你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要诬告了？现在谁还敢帮你啊？你现在已经是四面楚歌了。哎，就江小桃这种沽名钓誉的贱女人愿意跟你同流合污。哎，不过你俩倒挺配，一个自己没孩子别人家儿子，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，怪不得你们俩臭味相投。你们两个畜生，给我闭嘴！我不允许你们侮辱江小桃，他比你们两个畜生强1000倍万倍，我一定会夺回集团，你们两个不会得到我1分钱。笑话，还在这嘴硬了啊？哎，那你为什么跟你那个死去的老婆在一起几年，连个屁都放不出来啊？啊！现在在这儿给我叫嚣，你法庭之上，保持肃静。原告律师，证人无法做出有效证明，请问你是否还有其他证据？法官大人，他们还能拿出什么证据？不过都是搪塞你的手段，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。法庭是严肃的，而江小桃一再使用卑劣的手段，幸好被我一一识破。蒋律师，要不撤诉算了，我看我赢不了这场官司，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了你，我看结束吧。原告律师，如果再拿不出有效证据，将视作藐视法，本庭将依法对你进行处理。等等，法官大人，尽管老杨不愿多说，但据我了解，龙腾集团早在几年前就被杨俊兄弟所掌控，我的当事人林先生早已被架空。这些年来，杨俊兄弟一直在违法经营龙腾集团，只需要将近3年来的重要合同找出来，进行梳理查看，一切自然就真相大白。我反对，原告律师一直在胡言乱语。一个1000亿的集团，怎么可能会被一行人掌控？难道他林卫东是傻的吗？简直是无稽之谈。原告律师一直在浪费时间，就是在浪费公共资源，应该驳回他的不合理诉求。法官大人，宋律师说的没错，虽然之前我跟我弟弟的确有龙腾集团的股份，也的确在龙腾集团任职，但是我们一切都是被迫的，我们所有行为都笼罩在林卫东的威严之下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所有的合同和任命都需要通过他的过目以及签名才能通过。
我和我哥在公司都是在林卫东的掌控之下，姓江的所言完全是信口开河，这是对我们的严重污蔑。杨俊、杨峰信口开河，难道不是你们兄弟俩吗？这张照片我留了快10年了，现在他只让我感到恶心。杨俊，我问你，你说你来到集团是被迫的，你18岁生日那天，是谁哭着闹着要来集团，要做集团的财务部总监？你们兄弟俩回答我。时间过得好快。小俊啊，今天是你18岁的生日。就这样。我今天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爸爸，这些东西都是给我的吗？那当然了，今天你最大，你要什么爸爸都给你。爸爸，我想要集团的股份，还想跟弟弟一块去当集团的财务总监。小俊啊，你现在还小，等你出国留学，把这管理学学会之后，回国之后，整个集团都是你们兄弟俩的呀。哥，算了吧，我们毕竟不是他亲儿子，他不会给我们的，你终究是外人。只要你们兄弟俩高兴，你让爸爸做什么都行。但是以后啊，千万别再说爸爸不把你们俩当亲儿子看待，在爸爸心里，你们俩比亲儿子还亲，知道吗？我到今天才明白，原来你这么两个畜生，10年前就开始谋划了。我把你们俩当亲生儿子，把你们俩送到集团最核心的财务部，可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既然你们不愿意讲，那我就替你们讲。林先生太在乎你们了，所以让你们做了财务部的一把手，对你们绝对信任，完全放任你们的行为。可你们呢？不仅将财务部所有工作人员开除，更是招来一群社会闲散的人，整个财务部门俨然成了你们杨家兄弟的黑社会大本营。俊儿、凤儿，我说你们俩最近都做了什么，让董事会成员如此的不满？我听说你们把财务部的人员全部裁了，有这回事吗？什么意思？背后偷偷调查我？哎，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你把我给裁了呗。哎呀，哥，咱早就没有家了，在这儿也是寄人篱下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咱离开这儿，哪怕是要饭，也比不受信任强。俊儿、凤儿，好，是我错了啊！我不该相信外人的话，我给你俩赔礼道歉了，可以了吧？没有以后了，你们俩别生气了，好吧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不过，董事会的人有人说我坏话，能不能给开除了？你这……哎呀，这次要是不开除的话，下次就不是说坏话那么简单了。哥，看来他还是没把咱俩当亲啊！好，我答应你们，毕竟你们俩才是我的家人。至于董事会的成员，我再招就是了。法官大人，我这里有份文件，是杨俊兄弟窃取龙腾集团的重要证据。当初我的当事人林先生就是被杨俊兄弟诱骗，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名。
才导致失去了对龙腾集团的掌控。姓江的，你脑子没病吧？就你这水平也配当绿箭女皇？哎，他林卫东是傻子吗？是瞎子吗？他活了几十年了，要是我们兄弟让他签什么他就能签什么的话，我们还至于坐在被告席？说的没错，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签名是他自愿的，龙腾集团我们继承的合理合法。没错，文件上的名字确实是我自愿签的，可是当时文件上是白纸一张。爸，玩个游戏。我没空啊，找你哥玩去。爸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你不说今天听我的吗？好，怎么玩啊？先把眼罩戴上。爸，你只需要在这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就行。这个我需要看一看呢，我的名字可不能随便签。这个玩个游戏嘛，你别那么认真行不行？就算是合同，是不是得盖章才能失效？好，真拿你没办法。签哪里啊？签这儿。这儿？哎，谢谢爸。所以是先有的签名，后有的答应内容。也就是说，这份文件不具备法定效应，这就是铁证。哎呀，有意思，江小桃，你真是会瞎胡扯。他林卫东是个多精明的人啊，难道他脑子被驴踢了吗？会在空白纸上签字？只怪我当初太溺爱这两个逆子了，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林卫东，你少在这儿装出一副伟大父亲的模样。哎，龙腾集团是我俩兄弟凭自己的努力得到的，得到董事会的一致认可，就算没有你的签名，我们也能合法的继承龙腾集团。林卫东，你老了，脑子糊涂了。要不是我们兄弟俩帮忙打理，龙腾集团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。你退出就是最对的事情。你两个混账东西！龙腾集团乃我毕生的心血，就要毁在你们两个畜生的手里，还大言不惭地说帮忙。嗨，别急呀，要是气坏了你的身体，你忘了自己没有后代了，谁在床前给你尽孝啊？没人尽孝，真属活该。我们两兄弟帮他打理公司，他却反咬我们一口，就没见过这么坏的后爸。法网恢恢，天理昭昭。即便阴谋编织的再天衣无缝，也会有败露的那一天。够了，法官大人，我抗议！原告不是在编故事，就是在说废话，根本拿不出有用的证据。他们这是在藐视法庭。被告抗议有效。原告，如果你们再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，本庭就要做出最后判决。小桃，是大叔拖累了你了。林先生，不到最后一刻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法官大人，这份文件有很多问题，除了我刚才提到的，还有一处是无可争议的证据。姓江的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一直在拿这个文件说事，你没听到法官大人说吗？让你拿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证据。哥啊，高看这个，他也是徒有虚表而已。他以前没遇到过宋律师，那1万多场无一败诉的官司，他是睡出来的。哎呦，我的江大律师啊，你现在的表现像极了实习生，就连你的当事人都说了，这个名字是他亲手签上去的，你还要拿着这份材料做证据，怎么？是怕自己输得一败涂地，脑子吓得傻掉了吗？啊？法官大人，我要求将此处的盖章放到投屏中，放大此处的盖章，便会真相大白。哥，啊，这么小的细节都被他给发现了。哎，找他没有？老罗你虽然不在了，但是张秘书还在，这地方不能待太久。哥，找到了，龙腾集团马上就是咱的了。走。两位小杨总，你们的一举一动
我都在监视器里看得一清二楚。你们现在把公章放回去，我全当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会告诉林总。如果你们一意孤行，我就会立马通知林总，并且报警。这事绝对不能被爸知道，要不咱们……没装懂，公章的样子我已经记住了，本山可也不要再仿制一个，以假乱真。因为此处的盖章并非来自龙腾集团，而是杨俊兄弟私自所刻的假章。杨俊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嘿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法官大人，我手里这枚公章是来自龙腾集团，这才是真的公章。我要求将2枚公章做司法鉴定。搞了半天，我还以为会有什么进展，结果这俩公章没有任何区别啊！不对，同样的公章怎么可能会有2枚？肯定有1枚是假的。不过这俩看着还真没有什么问题。江小桃，你为了赢官司真是处心积虑啊！竟然制作了1枚假公章，在法庭上混淆视听。各位，尽管这2枚公章高度相似，但真公章早在半个月前，因我方当事人林先生突发心脏病，不小心将公章摔落在地，导致真公章防伪码上的7摔成了1。公司当时还有合同变更说明了此事，但你们并不知情，所以还没来得及更改。没错，真公章是没有7的，有7的就是私刻的假公章。空口无凭，你又不是专家，你说假它就假了？这份材料难道就不能是在公章摔坏之前签的吗？问得好。这个 U 盘里有2段视频，可以证明杨俊私刻公章的时间，以及我方当事人摔坏公章的时间。恳请法官大人将视频和合同上的公章进行司法鉴定。同意原告律师诉求。经司法部门严格鉴定，U 盘中视频真实有效，由原告律师提供的文件公章确认为伪造。法官大人，案件已经真相大白，我代表我方当事人林先生状告被告杨俊兄弟10大罪名。第1罪，伪造公章窃取集团，视为不忠；第2罪，以不正当手段欺瞒养父，导致集团财产严重受损，视为不孝；第3罪，违规违法裁掉重要员工，视为不仁；第4罪，组织黑社会欺压良善，视为不义；第5罪，综上所述，被告杨峰、杨俊兄弟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，实属罪大恶极，数罪并罚，当判处死刑。全体起立。本庭现宣布最终庭审结果。根据龙国相关法律法规，被告人杨氏兄弟犯私刻公章等罪名，情节严重，影响恶劣，
数罪并罚，现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不会这样，不是说手机他对变后思路了？你不是说可以轻而易举的影响到郑小涛吗？怎么还是输到一败涂地啊？你不是说可以让你他全身而退吗？我什么破水平？想要我50%的股份，你也配啊！哎呀，有你个贱人，给我等着！我他妈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等等，刺客公章是我一人所为，你们要抓我就好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想顶罪，法官大人，他就是故意顶罪。这些事，他们2个人肯定都参与了。对呀，我说什么？也有证据吗？如果没有直接证据，今日先对杨峰进行抓捕。哥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坐牢，弟弟，哥，你放心，我和宋律师一定会尽快把你给救出来的。龙腾集团还在你哥我手里，我一定会翻盘的。哥，你一定要快点，监狱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我怕时间久了我坚持不住。哥，两位杨现在的情况对你们十分不利。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来看，现在已经没有胜诉的希望了。你们2个搞不好都会被判刑，有可能被判处10年左右。宋为民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老子给你1半的股份，是让你给我做无罪辩护的，不是让你把我哥俩给送出去。杨总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说这个？现在的紧要任务是要保住龙腾集团，只有这样，才有翻盘的机会。只不过，为什么屁就放？只不过私刻工厂这个罪名已经彻底无法改变了。只有小杨总把这个罪名抵了，龙腾集团的股份还在你哥手里，而且他持有龙腾集团60%的股份，并且大部分的股份。宋为民，你想让老子一个人去坐牢？弟弟，宋律师说的没错，如果我们2个人都进去了，就彻底失去对龙腾集团的掌控。但只要你哥还掌握着龙腾集团，就还掌控着云城的事，你进去也就3-5天的事儿。大局为重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彻底扳倒江耀涛和林卫东。好，我顶罪，我向法官说明，刺客公章是我一人所为。休庭。林卫东，你还真是铁石心肠啊！我跟杨峰见了你15年的父亲，你居然手先激烈的害死他，你他妈枉为人父！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悔改，反而倒打一耙，你不觉得自己可笑吗？是他妈挺可笑的啊！你处心积虑的想要弄死我们，结果呢？龙腾集团还在我手里，而你就是那个生出孩子的无能之辈。都行了，江小桃，你的绿箭女皇的称号也不过如此啊！这开庭前不还信誓旦旦的说要帮林卫东夺回龙腾集团吗？怎么，没想到吧？这一局我赢了。宋律师，你不会以为这就结束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还没完呢。我向来说到做到，告不倒杨俊宇，夺不回龙腾集团，我江小桃的名字道不起。好你个小丫头片子啊！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既然你还想打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小桃，这次真的要谢谢你，拼了命的帮我打官司，
虽然集团没有要回来，但是我却感到一身的轻松，没有了束缚跟包袱。有时候做一个普通人蛮好的，没有尔虞我诈。林先生，您就别安慰我了。这次案件确实是我太过自信了，没想到最后还是犯罪。对不起，林先生，我承诺你的事情没有做到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小桃，不要有压力啊！不，还不够。您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收集足够多的铁证。下次开庭，我一定把杨俊那个人渣送进监狱，让龙腾集团物归原主。小桃，我相信你的实力，但是杨俊跟宋卫民这两个家伙能够全身而退，我想他们已经想好后招了。这两个畜生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，咱们最好别去招惹他们。我倒没什么，我怕你遭到打击报复。咱们这一别15年，能够再次重逢啊，让我感觉找回了自己的女儿。林先生，当年就是您帮助我，才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您要是不嫌弃，小桃愿意做您的女儿。我何德何能啊，能有你这样的好女儿？爸，哎，好一对父女情深啊！只可惜啊，他倒是没事儿，你要倒霉了。我们走。站住！说让你们走。你这只疯狗，让开！林卫东，我是疯狗，那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看你是生出孩子想过当爹的瘾是吧？前脚刚把自己养了15年的儿子送进去，现在又在这儿认女儿，你不害臊了？你还有良心吗？我的事不用你管，再不走我就要报警了。报警？不要你报警，警察马上就到。林卫东，你涉嫌威胁他人，致他人跳楼身亡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警官，无凭无证，仅靠一张纸就抓人，不合适吧？那当然不合适了。不过警官肯定有证据。江律师，你的大名我们如雷贯耳，向来以言语著称，请看这个视频。我叫杨建国，我活不下去了，因为之前没给林卫东做伪证，这就威胁我要杀我全家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只能先走一步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警察同志，这个真的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虽然因为老杨没有给我作证，我说过他2句，但这都是在心里啊。这一定都是他的阴谋。林卫东，你自己做了龌龊事被揭穿了，怎么现在想反咬一口啊？警察同志，我报警的时候已经向你们出示过与死者毫无交集以及关联的证据，对吧？他说的没错，杨进我们已核实过了，他没有任何嫌疑。林卫东，视频只是一部分证据，死者手机我们也找到了。林卫东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哎，如果不是我及时报警，你是不是真得把老杨一家全都给杀了呀？畜生，这一定是你做的局！你连一个农民工都不放过，你会下地狱的！警察同志，你看看他多嚣张啊！当着你们的面要我下地狱呀！林卫东，不注意态度！现在看清楚了，死者这条威胁短信的手机号是不是你的？我的手机呢？林卫东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好了，警察同志，林卫东，你也有今天，杀人偿命，你害死杨峰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杨俊，你这是分明要把事情闹大。带走。小桃，爸，
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还你清白的。张小桃，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儿，否则你的下场跟他林卫东一样。大姐，我是律师江小桃。如果你想为老杨伸冤，就请告诉我，这几天家里有没有来过什么陌生人？还有老杨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奇怪的事？你别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快走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大姐，我是来帮你的。老杨他死的不明不白，你甘心吗？你快滚！你再不走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林卫东，我活命了！林卫东，我命了！老杨，我真的是冤枉了，这事不是我干的，是杨俊他妈害的你！不要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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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林卫东，收拾下东西可以出去了，外边有人保释你。原来是场梦，没想到小桃的效率这么高，不到1天时间就找到证据了。难道是把我保释出来的是你们俩？好东西，我说你还真是白活了大半辈子啊！你把人家姓江的当女儿，结果呢，到头来还是我这个杨子把你给救出来。少来这套！把我保释出来有什么目的啊？目的很简单，杨峰能活，你就能活。我要你出来替杨峰翻案，这样我也可以保你一条活路。来，把名字签了，然后我告诉你翻案的话术，之后见到法官你就这么说，是你保。名字我不签，你的话我也不听。让开，别挡我路。林卫东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啊！杨总有能力把你保释出来，他就还有办法再把你救回监狱。老东西，我可警告你了，下次再让你进监狱就没这么简单了。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机会给你，想好再说，不着急回答。你们这2个败类，休想让我翻案！有什么招尽管使，我等着。是太君。肖律师，帮我撞死他！撞死他！怎么不撞死他？杨总，先不要着急，他现在还不能死，等救出杨峰，任由你处理。爸，你醒了？小桃，我这衣服是谁换的？是我帮你换的。我看你衣服上沾满了血迹，所以就帮你换了新的。小桃，这我太不好意思了。爸，女儿帮昏迷不醒的爸爸换一件衣服，是再正常不过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刚熬好的汤药，已经放了一会儿了，
现在正好，不烫也不凉。来，小桃，你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天伦之乐。这15年我的付出啊，结果……老东西，你以为你躲在这儿我就找不着你了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。我让你考虑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操！老东西，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啊！你要是再不答应我的条件，你杀人的事儿明天开庭，没有我的运作，你必死无疑。你不是按照我说的做，你他妈必死无疑，知道吗？你给我滚出去！这里不欢迎你这个人渣，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你最好给我想清楚了啊！就算你自己不怕死，别人的死活呢？现在已经有一个民工老杨，接下来是谁，我可不知道。哎，你不是总自诩什么正人君子吗？怎么如今自己一个人跑在这儿躲着，不管别人的死活？你现在身上已经背了老杨一条人命，你他妈还想害死多少人？你少在这给我偷换概念！这点小把戏已经对我不好使了。现在无论死多少人都跟我没有关系，我绝对不会为你翻案的。要说杀人犯，那才是你杨俊，你手里沾了多少人的鲜血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你什么你？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其他事情我们法庭见，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，赶紧走。着什么急啊？要走也是该你走。让我走？你有病吧？这可是我的律所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可别忘了，如果不是你让老杨出庭作证，他就不会死。喂，你说什么？律所门口来了一群人，说要砸了律所。是谁这么胆大包天，敢砸我的律所？别急，我马上过去。杨俊，又是你搞的鬼！老东西，本来呢签个字几句话的事，你不配合吗？我也没有办法呀。随便你怎么弄吧，要想让我翻案，那是痴心妄想。你现在就给我滚！老东西，别人的命你不在乎可以，那他江小桃的命啊，你也不当回事儿啊！杨俊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问我想干什么？那我就告诉你，刚才给他打电话那些人就是老谭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，继续想，我可不敢保证啊。小桃可是云城万人瞩目的律师，你要是杀了他，云城老百姓也不会饶了你。哈哈哈！用得着我出手吗？他江小桃帮助过多少人，就有多少败族人想要他的命啊！而且他的不败神话已经破灭了，墙倒众人推吗？哼！老东西，这就叫借刀杀人，懂不懂啊？总之我告诉你，你他妈要是配合他就能活，反之老东西，你果然是个废物啊！站都站不起来，还想是英雄救美啊？太次不良，你太可笑了吧！站不起来又如何？我爬也要爬到小桃面前去。老东西，你活成这样，你不惭愧吗？我他妈要是你，我早一头撞死了。你看看你现在啊，跟条狗有什么区别？废物！我让你站起来才能站起来，我要是不让你站起来，你就得永远给我趴着。我可以
我可以。我以为你多爷们儿了啊，看来还是我太高看你了。哎，你连个男人你都算不上，除了嘴硬，一无是处。杀人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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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叫一叫！大姐，你丈夫的死是另有蹊跷，你现在被人当枪使了。如果你再这样下去，就离犯法不远了。难道你想让你的孩子刚失去父亲，又要失去母亲？大家都听听啊！姓江的又在这威胁人了，什么破绿界女皇，什么万人敬仰，什么云城第一律师，我看你是云城第一女恶魔还不错。小姐，这个我没文化是吧？你自己做的孽，还赖到我们头上。要不是你让我老公出庭作证，他怎么会出事儿啊？江豪就是杀人犯！你这个贱女人，不知道以往上万起案子里害死了多少人？什么绿界女皇，她就是女魔头，打死她！杀人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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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住手！住手！爸，你身体还没康复好，怎么出来了？快回去休息，这里有我能解决。这事因我而起，我如果站在后面，让你站在前面，那我就真的不是男人了。弟妹，我们认识的，我还帮助过你们。你如果不相信江大律师，还不相信我吗？老杨的死，我也真的很遗憾，但是他的死真的和我没有关系啊，我们也是受害者。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讨回一个公道的，而且还会给你补偿。我说到做到。这不是被龙腾集团扫地出门林卫东吗？你连吃饭钱都没有，你赔什么人损失？林卫东，你别再狡辩了，老杨就是被你害死的，江豪是从犯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杀害老杨的案子明天就要开庭了，还说自己无辜呢。兄弟们，我打死这两个杀人犯！杀人犯！不要打！你们听我说。好了，哟，真臭啊！还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俩是乞丐呢。林卫东、江小桃，这就是你们跟我杨俊作对的下场。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，我弟弟杨峰的案子，翻还是不翻？我他妈再问你们最后一次，翻还是不翻？想都别想，绝不可能！你们俩跟我玩茅坑里的石头啊，骨头还挺硬是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俩骨头为什么这么硬了？江小桃没爹没妈，是他妈个孤儿，你一个老东西，克死妻子没有孩子，是个孤家寡人，难怪说你俩绝配了啊！了无牵挂才能义无反顾是吗？啊！不过江小桃，你每年还得给你爹妈上坟吧？老东西，你妻子的坟可是我亲自给你挑选的。杨俊，你这个疯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，我会干什么。但是林伟东，给你最后一个下午劲，如果今天晚上之前我得不到我想要的答复，我就把你俩的念想连根拔掉。走散了吧。杨总，你不是说过来要替我们讨回公道吗？怎么说走就走？他妈是让你滚，你听不明白吗？是。可是什么可是？再不滚，让我下去给你老公陪葬！滚蛋！操！小桃，有没有后悔给我打这个官司啊？如果换做别人，我可能会有一些后悔，会问自己值不值。但你不一样，15年前一别，我就在心里种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。我努力的学习，努力的当律师，
努力的成为云城最顶级的律师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再见到你，然后拼尽自己的所有来报答您当初对我的那一份至宝的恩情。可是你为此差点丢了性命啊！我真的是于心不忍啊。没事儿，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。不过我只是有些疑惑，当初你让我放弃的时候，我坚持不懈，很是执着。林先生，你觉得我那份执拗对不对呢？小桃，你比我更有正义，你是一个真正的律师。我相信凭借你的坚持，正义一定必胜。明天你的案子，我还会继续做你的辩护律师。虽然这次你是被告，但我的目标是还你清白，然后告倒杨军。好，只要你不放弃，我就陪你打倒敌人。正义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老东西，没想到你还真来了呀！不过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啊？你新任的女儿呢？该不会跑路了吧？你们别得意太久，法网恢恢，你们的阴谋早晚会暴露在阳光之下的。林卫东，你还在挣扎呀？看看，你现在不但是被告，而且连一个律师都没有。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谁说我没有律师？小桃只是暂时不在而已，等他出现了，你们全都得完。爸，你先进去。这个案子我已经找到了很多线索，但需要把它做实做铁，这还需要耽误一些时间。你先进去，我会尽快带着铁证回来为你做无罪辩护。你放心的去吧，我会随机应变的。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啊，遇到危险千万不要硬扛。我等你回来。原告张桂兰主张被告威胁其丈夫致死一案正式开庭审理。被告林卫东，你没有律师，是否要放弃辩护？距离开庭还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。如果被告没有辩护律师，那么本庭将直接宣判你威胁他人致死一案的最终判决。嘿，老东西，听到没有？你没时间了。如今江小桃也不来帮你，你算不算是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啊？不过这一切都是你自作孽不可活。林卫东，你原本没有选择的机会的，不过杨总仁慈给了你选择的机会。你只要答应杨总之前提出的要求，我们保证让你无罪走出法庭。杨俊、宋卫民，你们这两个狼狈为奸的无耻之徒，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你们的阴谋得逞的，就算是死，也不会。法官大人，我虽然暂时现在没有辩护律师，但是我可以为自己申辩。我不知道法庭上这种情况允不允许？老东西，你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！就你还想跟宋律师过过招啊？宋律师可是亲手打败了你的绿箭女皇，一句话就能噎死你。我跟他打官司，那不就是爷爷对孙子吗？啊，你这个孙子根本就不配跟我打官司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跪下叫我几声爷爷，我让你两招，怎么样？宋卫民，我是清白的，清者自清，我不需要你让着我，我可以为自己申辩，就算我辩不过你，我也要为自己辩护。别在这逞能了，你最终的结局就是死路一条。林先生辩不了，那我呢？法官大人，我是江小桃的助理，同时也是一名律师。我受江律师的委托来为林先生做辩护。我还以为是哪路的神仙了，搞半天是一个律师小助理呀！
哎，老东西，你现在都混得这么差了吗？前2天还有绿界女皇为你撑腰，如今已经差到这种地步了。就是啊，林卫东，你要是没有钱打官司，你可以找我借呀，我借给你啊！哎，我劝你别抱希望啊，这种小东西，宋律师闭着眼也能秒杀他。肃静。既然双方律师均已到场，那么我宣布正式开庭。被告林卫东威胁致他人死亡一案，被告律师，你主张其系被诬陷，请提交证据。法官大人，这就是证据。这张照片里右下角有烟头露出来，虽然不是很清晰，但肉眼可见的是屋子里有明显的烟雾，而这烟雾正来自死者老杨的对面。没错，从截图里显示，视频外确实有人抽烟，但被告律师，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法官大人，这说明威胁死者的人不是我，因为我从来不抽烟。简直荒诞至极！仅凭一张截图照片就能当做证据的话，那我现场就可以制作上万张证据给你们。哎呀，小律师就是小律师啊，拿着一张破截图猜测，靠自己的臆想来定罪。哎，你家江大律师就是这么教你的，真是可笑。况且，我和宋律师已经有不在场的证明了，这一点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。而且，杨嫂也已经说了，她的老公就是你派人带走的。大姐，我没说错吧？啊，对，没错，林卫东带着人把老杨抓走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胡说！当天我从法院走出来，我就一直和江大律师在一起，他可以给我作证。你还敢提这个江小桃啊？他就是你的共犯，就算他作证也不算数。况且他人在哪儿呢？该不会是害怕被抓，畏罪潜逃了吧？法官大人，被告律师所呈现的证据毫无真实性可言。法庭是严肃的，不是他们儿戏的地方。像这种人渣，请求法官大人对他们从重从快判决。被告律师，你是否还能提供新的证据来证明被告是被诬陷的？如果没有，那么本庭就要直接宣判了。且慢！法官大人，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林先生无罪。江小桃怎么可能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法庭上？这不可能啊！今天开庭，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到江小桃家紧盯着他，不要让他前往法庭。如果他执意不听，那就格杀不论。有请把任何人物。江律，这官司太可怕了，我根本应付不了。现在知道打官司不容易了吧？之前让你别碰案子，就是怕你会崩溃。江律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江小桃，你这个手下败将还敢来啊？是谁给你的胆子啊？啊？不过就算你来了，也改变不了任何事实。现在铁证如山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翻不了案。江小桃，就算你来了，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。凤律师，别在这里自欺欺人了。如果你们真的把案子做得天衣无缝，就不会派人追杀我。少学可骗人啊！在法庭上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。江小桃，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啊！谁会闲着没事浪费时间去追杀你呢？我看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吧？既然不是你，何必这么激动？看来就是你搞的鬼。我刚才看你在打电话，是不是打不通啊？
你怎么知道？喂，老同学，我遇到危险了，不然也不会给你这个刑警队长打电话救你。我被人盯上了，他们可能要灭我。对，我就在律所。好，我会躲好，等你们来救援。杨俊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自己承认自己的罪行，或许法官会根据你的情况，最终判决会有所量刑。行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杨总，先不用担心，这是律师惯用的恐吓手段，只有那些没有经验的小律师才会用，所以不足为惧。好啊，你个小贱，敢吓老子！你也以为老子是被你吓到的吗？到底是谁抓了老杨？你去问他被告林卫东啊！还有你，邹小桃，你别以为自己很干净了，老杨的死可跟你脱不了干系。你就是他林卫东的共犯，你现在还在这贼喊抓贼，真是可笑。很好，很快你和你弟弟就可以重。你说的没错，你和你弟弟很快就能重逢。宋律师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有话直说，少在这里拐弯抹角。宋律师，一支笔在头上敲一下，不痛不痒。那如果是一把铁锤，在人的脑袋上敲一下，不知道会有多疼。宋律师，你知道会有多疼吗？可以滚了。你说过，只要我把这条视频录完，你就不再找我家人麻烦，是真的吗？他妈让你滚，听不见！我怎么会知道？说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再说了，我又没有用铁锤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宋卫民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你堂堂一名律师，竟如此不择手段！你要是不知道，怎么一个口若悬河的大律师突然变成了一个哑巴呢？宋卫民，你作为一名律师的职业操守呢？回答我！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，我只不过是想名利双收，我有什么错？宋律师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他只是吓唬人的吗？你怎么被吓成这样？他要是有证据的话，早就拿出来交给法官了。这是在试探我们。况且，就算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他也不可能拿出证据来证明。好啊，你个小贱人，别在这里虚张声势啊！你以为法官会听信你的一面之词吗？法官大人，我抗议，对方律师毫无证据可言，而我方这边证据充足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全部都是齐全的。没错，法官大人，他林卫东就是杀人犯，还请法官大人从快从重的处决这种社会败类。法官大人，我林卫东做人堂堂正正，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。法律是讲求公平公正的，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呐。老东西，你都能算是好人啊？谁家好人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啊？我看啊，就是老天爷觉得你太坏了，惩罚你断子绝孙呐。杨俊，你一直说我方当事人是杀人犯，那请你拿出证据。口说无凭，法官是不会相信你的。不到黄河心不死是吧？老杨的视频还不足以说明吗？他在视频里说了，是受到林卫东的威胁才被迫跳楼自杀的，这跟他林卫东杀人有什么区别？如果一条视频就能作为铁证的话，那我这个真人今天站在这里，是不是也能为我的当事人作证呢？我可以用我的职业生涯作为担保，死者从被威胁到死亡，我方当事人在此期间一直和我在一起，请问他会分身？江小桃，任何人都可以为他作证，唯独不行。你们俩就是一条船上的吧？狼狈为奸是吧？哎，你见过哪个共犯的证词能有说服力的？别在这啰嗦了，你倒是拿出一些实质性的证据来，证明他林卫东是无辜的呀！你有吗？你没有。
但我有。这位就是老杨的妻子杨嫂，认识吗？杨嫂，还请你当着对方律师再说一次，是谁掳走你的老公的？大姐，这里是法庭，我劝你最好实事求是，做假证是会受到法律的严惩。这里是法庭，不是你家，说错了，可是要付出代价。杨嫂，倒是说呀，你只需要当庭再指认一次，就能回去跟你家孩子团圆了。林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对我和老杨不薄，但没有办法，为了活下去，为了孩子不成为孤儿，我只能昧着良心一次又一次的诬陷你，对不起。法官大人，我重申一遍，我家老杨的死跟林卫东有直接的关系。昨天我亲眼看见他在对一群人把老杨撞死，而且还威胁我不让我报警，否则就杀我全家。为什么要冤枉我？你为什么把别人的罪恶嫁祸在我头上？林卫东，你就认命吧。如果你没有做，人家怎么会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？难不成别人说的是假话？谁会拿自己家家人开玩笑？法官大人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。如果这样郑如山的案件都再犹豫不决的话，犯罪的人只会数不胜数。事实？什么事实？这所有的证据链都是假的。江小棠，别激动了，是真是假，法官大人自有定论，轮不到你说话。根据龙国相关法律法规，被告人林卫东威胁致他人死亡一案，证据充分，判决林卫东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如果被告律师没有其他证据，那本庭将作出宣判。本庭宣判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，被告人林卫东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。法官大人，请等一下，我的证人马上就到，请再等5分钟。我看江律师打官司好几次，还是头一回见他如此尴尬。江律师到底有没有证据来证明林卫东无罪啊？不会又要输给宋卫敏吧？江小棠，你终于原形毕露了对吧？你手里压根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，你今天在这里混淆法官以及现场每一个人的视听，这属于干预司法。我劝你们2个人都别再挣扎了，除非你们翻案把我弟弟杨峰救出来，否则这件事情永远没有转机。小桃，事已至此，我们战胜不了邪恶了，你不要管我了，照顾好自己。很遗憾，刚团圆就分别了。林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还你清白的。小桃是不会食言的，况且在我江小桃身上，邪恶永远都战胜不了正义，我绝不会放弃。我要的证据来了吗？来了。老同学，调查走。小江，全部带回去审过了，全部撂了。法官大人，我方当事人与死者老杨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他也不是被威胁后自杀，而是死于他杀。他是被一个重器砸在脑袋上，活活给砸死。凶器已经找到，就是一把铁锤。铁锤已经交给了云城第一法院。这是这位。我一直在等他的法医报告，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。法官大人，这个检测报告上明确表示，
在凶器上检测到了宋为民的 DNA， 这足以证明老杨的死就是宋为民所为，他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杨俊，你派出去的杀手已经全部归案，他们指认你买凶杀人，证据充分。全体立正。被告林卫东杀人一案系诬告错案，本庭宣判林卫东无罪。原告杨俊买凶杀人、组织黑社会活动等罪名成立，情节恶劣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律师宋为民身为律师，知法犯法，杀人手段残忍，判处死刑，缓期1年执行，不得减刑。我要上诉！我要上诉！我要上诉！休庭！小桃，爸，我实现了对你的承诺，我做到了。下课上，张秘书，怎么回事？张秘书，有听我说话吗？公司怎么没电了？张秘书啊，现在可是上班期间，你是不是又出去摸鱼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不节骨年的，鲜花蛋糕是想表达什么？老爸，今天是你46岁的生日，当然是表达对你的生日祝福啦。我的生日啊！哎呀，我都忘记了，好久没过生日了。老爸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希望你天天开心，永远健康。以前你没过的生日，以后女儿全都给你补上。感谢上天啊，赐给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。亲爱的老爸，快吹蜡烛吧，先许个愿。好。哎。